这里是什么地方？是不是看起来像是美国的某个社区？但是如果告诉你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别墅区，而且还是在北京和天津的边上，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里就是京津新城。这个别墅区位于天津市宝坻区周良庄的附近。我以前也是由于常走京花高速，才知道有宝坻这么个地方，但从来没想过这里会隐藏一个亚洲最大的别墅区。这个别墅区始建于2004年，当年意气风发的华南五虎之首和珅创展，在此以楼面价78元每平方米拿下了2.5万亩的土地，这可是相当于33个天安门广场啊！原计划打造亚洲最大的温泉城、5星级酒店、玉佛博物馆、高尔夫俱乐部、马术部和大学城，甚至还建造了一个寺庙和大觉禅寺。本来这个区域呢是计划修建京津城际，但是后来由于天津城市发展中心向北移，项目取消，那整个新城呢就变成一个特别尴尬的项目了。在这里沉寂了近10几年后呢，随着2002年京滨城际以及宝坻南站的修建，这里必然又会形成一个新的热点。为什么我会觉得这里会成为一个热点呢？接下来就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看看这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吧。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进入了宝坻区。车开着开着，我们就看到一个罗马式的大门，这应该就是这里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了。光看这个大门和雕像，我们就能感受来自20年前这个大型房产项目的气势。放在欧美，这就是某个小镇的地标了。从这个在这里已经矗立了近20年的雕塑，我们可以发现，这20年间，欧式建筑几乎统治了中国绝大多数的高级建筑形象，那就是高大上的代名词啊。但是到底能不能带来高级感呢？最后还不是要看开发商的细心程度，远不是你做一个欧式建筑就能完成的任务。聊远了啊，我们开车进入整个新城的核心别墅区，发现这里真的是非常大，整个规划就是一个小镇的规模了。在这里依靠走路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先用无人机看看这里的规模吧。我的无人机呢，用了一整块电池，还没有飞完别墅区的所有区域。你可以想象这里有多大，确实震撼啊！整个别墅区其实设计也并不是千篇一律，有欧式的、美式的，有独栋的、连排的、双拼的，还有叠拼，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各有特色。这里面还有专门修建了贯通整个别墅区的水道，每家每户甚至可以互相划船直达。放在欧洲这也算是一个高级别墅了。区域内的绿化也做得比较不错，街道的宽度也让人有了社区的感觉。不像一些高端的豪华别墅，住在里面就好像与世隔绝了。我们走进几个别墅看了一下，这里很多别墅其实是一个长期无人居住和维护的状态，这么好的房子就空置在这里，着实可惜。我也了解了一下这里别墅的价格，差不多要8000到1万左右。整个别墅区的房子其实全部已经出售了，只是入住率比较低。确实这里离北京还是有段距离的。那买这些房子人呢，大多数还是用于投资的。接下来我们就逛了一下周边的商铺。看到整个别墅区的规模，我们就真知道街边商铺有多长了。但很可惜这里的临街商业基本上就是一个荒废的状态。我们走了几公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小超市和饭馆在营业，其他不是空置就是转让。有些店铺里还堆放着大量的可以使用的设备，但是被遗弃在这里着实可惜了。主要还是这里入住率太低所致。
我了解了一下，这里不但入住率低，而且大多数都住的是一些老人，消费力捉襟见肘，商铺空置也在所难免了。这个小区的配套我们也逛了一下，网球场貌似还有人使用，但进不去。足球场、羽毛球场已经荒废多年，无人打理。当然，荒废是因为这里入住率过低所致，对于这样的运动设施没有需求。但我认为如此规模巨大的别墅区，如果真的入住率达到了70%-80%，那这几个运动场地怕也不太够用。这个所谓的运动场地可能也只是建设初期为了吸引购房人群搭建的样板性质的设施。我们也从中介了解到，这附近的配套也就只有幼儿园，并没有小学和中学。可见这里的入住率应该是10几年一直都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了。之后呢，我们来到整个京津新城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温德姆酒店，之前叫做凯悦酒店。这里的建筑和新城一起规划建造的，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了。虽然看上去有些破旧，但是我们在酒店外面依然能感受到这个建筑带来的震撼。从航拍的角度看，这个酒店的规模也极其夸张，犹如一个巨型的欧洲宫殿。酒店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统一且细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能体现出一种欧式风格。虽然酒店的4处已经显出了年久失修的破败，但当年的气势依然保留至今。当年地产商想把京津新城打造成一个全国的明星地产项目，但谁知道投资如此巨大的项目居然哑火了。但是这个酒店呢，却依然营业至今。我们没有进去住，但我们看了一下网上的资料，昔日的豪华依然保留至今。如果运营得当，依然可以成为这里硬件条件最好的度假酒店之一了。我们查了一下现在的酒店平日价格，普通房间也就400-500的样子，能以这个价格住在一个犹如宫殿的酒店里，可以说是非常划算了。本来呢已经被刚才的别墅区震撼到了，而我们中午又来到了一个附近的联排别墅，我又被震撼了。这次是价格，只有3000块钱的别墅，这次还是第一次见。这里的别墅格局确实奇葩，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格局。整个房子包围着一个天井，天井看起来也是黑乎乎的，一共有4层，每层格局都一样，都有厨房和卫浴间，而且房间也都是小面积，毫无别墅的豪华感，基本上就是买了一个4层的独立公寓，做出租屋还是非常合适的。不过中介说这里虽然房子都已经卖出去了，但是没有一个住户，晚上真心不敢来转悠，就别提在这里买房子了。我其实以前一直在追美剧《行尸走肉》，你看这里空荡的街道、脱落的墙皮、破旧的门窗、杂草丛生，如果国内有类似的节目这里真适合取景。
最后了，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个烂尾了一半的楼盘。为什么烂尾一半呢？因为这里一半已经盖好了，已经有人入住，还有一半，你看。这个楼盘看起来挺新，但是入住率也是肉眼可见的稀少。我们进去后发现里面有很多房间还没有装修，也没有锁。进去看了一下户型，面积小的真是令人震惊，看起来好像只有50平米不到。不知道当时开发商是怎么样的一个脑回路。这种户型啊，如果在北上广深寸土寸金还能理解，但放在这样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谁会买这么小的房型呢？还不如我们刚才看的那个联排别墅。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几乎还有一半的楼就已经停工了，看样子也不会再开工了。从这里我感觉到啊，前几年造房子已经到了怎么样一种失心的状态了。逛了一整天啊，整个京津新城啊，虽然也有一些人入住啊，但确实啊，离理想的一种状态还是非常遥远的。虽然还不至于叫做鬼城吧，但是离空城也不遥远了。不过就着这个别墅啊，我想聊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最近我们也赚了不少的房产项目，用3个字总结一下就是鸽子楼。我确实很难理解中国这么大的土地面积，为什么要让老百姓都挤在这样的楼里。我记得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刚出地铁就被那种握手楼压得喘不过气儿。以我当时的认知啊，香港也算是发达社会了，为什么要在这种居住环境里生活呢？香港的土地面积小，我还可以理解，但确实没想到多年以后，国内90%以上的楼盘都在用这种模式盖楼。那这次呢，逛京津新城，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这样的环境居住才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我去大多数发达国家看到的一个生活状态。即便在美国最穷的州或地区，也保留了足够的居住空间。虽然中国有14亿人，但我们国土面积大呀。如果我们城市中和城市间的交通规划合理，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美国那种居住环境。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疯狂的房地产已经接近尾声，我觉得再去追求那种摩天大楼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了。大多数人以前购房啊，都追求的是房子的附加属性，比如说位置、交通、教育等等。这也是建立在过去大城市也是一种稀缺资源的基础上。但过去10年，全国各大准1线、2线城市的崛起，以及各大3、4线城市的基础建设越来越完善，超大城市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少了。这也是为什么北上广深现在人口都在逐渐减少的原因之一。未来对房屋的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改善性需求将逐渐成为主流。别墅这种以前看起来只属于富裕阶层的专属产品，我觉得会越来越受关注。如果我以后要买房，除非这个房子在空间、生活以及交通便利上都能满足我的需求，否则在中国城市租售比如此高的情况下，我租房子不是更划算吗？我以前是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以我对科技行业的预判呀，在未来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包括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以及 Web3 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人的工作不局限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局限于地理位置。从这个层面来说啊，必然会对经济发展和房地产产生重大影响。那这个话题其实就长了，不在这里展开。回到京津新城，我其实觉得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交通配套，都是极具潜力的。这就有点像在旧金山的大湾区，你完全可以在旧金山上班，晚上住在圣何塞。反之亦然，整个大东京地区也是这个概念，居住环境才是第一位的，前提是交通便利、配套完善。这需要的只是经济发展时机的成熟就可以了。如果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时间支配自由的工作者，我全家老小为什么要挤在一个城市的鸽子笼里呢？
而现在我们其实缺的就是一种真正的为人规划的房产项目，让人们真正以居住为目的的房子才是未来的需要。好了，以上就是我对北京周边这个亚洲最大别墅区京津新城的观察。这虽然是个非常早期的地产项目，但是随着京滨城际高铁的通车以及未来城市格局的不断发展，相信这里会有不错的潜力。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会到北京的燕郊看看那里的房地产一个情况，欢迎大家订阅支持。